张爱玲曾说：“我也相信爱可以排除万难，只是万难之后又有万难。”我的一生真是太不幸了，要是拍成电影，谁看了都会哭的。临别时，她对女儿说：“别忘了，我是一个演员。”在妇女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回顾下上海的那些红颜，上官云珠、董竹君、张爱玲的仪式。很难说，换作今日，也逃不过一些上帝视角的人口诛笔伐。做女人好难。上海市第二中学原名务本女校，是百年名校，名人辈出，比如娱乐圈当红炸子鸡胡歌、徐峥，小巨人姚明，比如红杉资本大佬沈南鹏，这些都是凡人所知道的。张锦秋或许做建筑设计的略知一二，还有一个名字徐瑞云，中国第一位女数学博士，桃李天下。而在1969年1月凛冽的大雪天里，香消玉殒，惨剧人寰。说回12中学，这所学校最近被推到风口浪尖，因为有被人伦的师生恋吵得沸沸扬扬。关于这件事的是非我不做讨论，但是这让我想起了50年前类似的一个事件和围绕这起事件的前因后果，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思考。话说江宁路真是一条魔性的马路，在民国前第12页节目中我们有介绍，这个位置是曾经掌握民国命运3巨头之一的李德利的住所，而我后来才知道，他的对门竟然是上海最后一任道台的府邸。这一系列人事物串联起来，好比一部电影。来到1975年的夏末，这里发生了一件看似平凡的交通事故，却牵引出一位曾经闪耀民国影坛的明星家族在动荡年代的屈辱。真是太不幸了，要是拍成电影，谁看了都会哭的。随着大卡车的急速刹车声，划破了75年带有肃杀气氛的南京西路江宁路口。这里早已不是曾经繁华耀眼的十里洋场。一位对即将而来的新生活满怀憧憬的女生，骑着单车高兴地来见她的男友，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惨烈地躺在了卡车身下。没人看清她是谁，因为她的上半身已经完全压扁，只有一张全家福，仿佛告知了她的身份。瑶瑶是民国4大美女之一，上官银珠的女儿，她悲惨的命运该从哪里说起呢？张爱玲曾说：“我也相信爱可以排除万难，只是万难之后又有万难。”这段话同样适用于上官银珠母女。上官银珠一生情史丰富，她的女儿瑶瑶是她与第2任丈夫姚克所生。姚克是《清宫秘史》的作者，鲁迅的抬棺人之一，后长期定居美国。上官银珠和姚克都是半路夫妻。上官银珠的第1任丈夫是她的美术老师，17岁就未婚先孕了。1967年，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凭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不仅是中国电影史的重大事件，其影响更远远溢出了电影本身。上官银珠作为姚克前妻，因此蒙羞。Villa Boys Season 白塞总别墅，复兴西路147号。上官云竹和姚克的爱巢在3楼，而2楼后来搬入另一位其女子董竹君，14岁从7楼女子一跃成为28岁四川副都都下之时的夫人。1930年，董竹君在上海白手起家，开创了锦江川菜，并深得杜月笙的喜爱。所以我在之前上海神明里说的那样，青楼女子是新时代的楷模，她们是敢于冲破时代枷锁，无论是尝试拍照、演戏、当模特这些现在看来平平无奇的职业，在那样的年代，她们都是第一人。谁又知道董竹君在杜月笙、张啸林家门口开的川菜小店，不是她处心积虑的选址吗？曾经，连杜月笙也要给几分情面的董竹君，在50年代初将其一手创办的2家锦江饭店交工。为了节约开支，他搬入了这幢西班牙建筑的2楼。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上官云珠身上，即使多次受到最高领导人的接见，也没躲过宿命。在这栋公寓里，与第3任丈夫程树尧、女儿瑶瑶和刚出生儿子过着短暂的幸福岁月，之后便是一系列的悲惨人生。如今，这栋建筑全因另一位名人柯林的入住，成为了对外开放的纪念馆。柯林是谁？简单点说，她是张爱玲的伯乐，现在叫男闺蜜。1984年，上海渐渐看到了开放的初影。柯林的一则遥寄张爱玲，唤起了30多年来埋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民国最红才女的记忆，并延续至今。那是一栋精巧的西班牙式的公寓房子，
它的精妙在于外形是花园洋房，而里面则是4套独立公寓。楼上2扇哥特式尖尖的小窗并排排着，常常在那里遮着白色的抽纱窗帘。它们在因为多云而飘忽的云里，散发着奥斯丁式的恬淡。楼梯上一级级都是门上铸铁细细曲卷的花纹的影子。在柯林1951年入住前，这里的2楼都是属于董竹君家族的。那时的董竹君就如同现在的董明珠，声名显赫。我心想这是有多矫情，要拿下2楼2套套房才够住。进入柯林故居内部，发现内部空间的确并不如想象的宽敞。对于董竹君当年上有2老，膝下5个子女，还要带上保姆的家族来说，的确是过于狭小。就算我一个人进入这个空间，都几乎不能横着走，而要小心翼翼地侧身穿过厨房。这里就是2楼公寓的正门。有意思的是，我并非从这里进入的公寓内部。那你知道我是从哪进来的吗？我就是从底楼这部螺旋楼梯上来的。这部楼梯极为狭窄陡峭，原来是保姆佣人专用楼梯。如果你能来这里参观，可以试着走一下，不得不感叹阿姨们何等的身轻如燕。如果你对自己身材很有自信，可以试试在这楼梯转个身。我就算了，连爬上去都有点困难呢。好不容易到了楼上，俯身向下望，还真是心有余悸。不过上海老房子的楼梯也真是不容忽视的细节，各有各的美。在虽然狭小但层次丰富的楼梯空间，还能有这一步一景，通过这一扇小窗，让光线投进这幽闭的旋转空间，可谓是构思巧妙。回到正门入口，右侧边就是公寓的客厅，不知道是本身空间的问题，还是家私过多的关系，真的有点拥挤逼仄。但是四周一排排的1人高输出，扑面而来就是文人的气息。平平无奇的摆设中，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靠着半面墙，红木定制的专用封闭式书柜，里面收藏着柯林最喜欢的全套百纳本24史。在书柜表面上锁的木门上，用隶书刻有朝代称号以示分类。比邻客厅的是一个不大的书房，柯林在此居住时笔耕不辍，足以展现对于柯林来说，书就是他最大的资产。而就是这样一方小天地，在那些年里也被封锁。据说这里保持着柯林最后一刻工作的场景。写字桌是柯林太太从娘家带过来的，铁写字桌原来是银行里用的，非常沉重坚固，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用到去世。抽屉里放满了他的信件便条和笔记。上海的很多老洋房都是双通门，即一个洗手间可以连通2间房。穿过洗手间，我们来到了最隐私的地方——卧室。房正上方的是柯林夫妇的照片。柯林夫妇在这里生活了40余年，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但在这40年里，柯林曾消失过3年。1966年，他在这里被带走，3年里杳无音讯。前面经过的书房和客厅被查封，只留着这20平米的卧室。等他回来的时候，他仍旧不能使用书房，于是在这南面的部分设置了一个简易书台。柯林逝世后，他的夫人在之后7年没有动这里一丝一毫，直至逝世，所以柯林的旧居相对是保存最完好的。可见即使经历狂风暴雨，他们感情就如他们人品一样忠贞不屈。回到厕所，虽然本该是很有气味的地方，但是老洋房的厕所真的也别有风味，看着窗都能让厕所多了一份神圣感。当然，这也是董竹君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该回到我们本期主人公上官银珠家庭了，他的家就在柯林故居上方的3楼。3楼只有1套公寓，可想这面积对于4口之家还是相当富裕。因为是私人住处，我只是默默站在3楼楼梯口，驻足了片刻，面前仿佛是上官带着他的女儿走下楼梯的场景，不胜唏嘘。实际上上官那时候受到贪污案牵连，已与第3任丈夫程书瑶离婚，身陷囹圄。儿子跟着前夫，而女儿瑶瑶跟着他。大部分时间，瑶瑶乖巧地独自下楼玩耍。上官的艺术生涯急速冷冻，他一生拼命在改造自己，下乡劳动，没有闲暇。瑶瑶轻轻地下楼，听见2楼传来争吵的声音，
那是董竹君的家传出来的。可想那时每个人的生活都多么艰难，无论你曾经如何辉煌。瑶瑶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掠过2楼，径直走向大门。是的，2楼有独立的进出口。她出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西班牙式的喷水池，这里曾经潺潺地喷着水，曾经它也是这栋建筑最美的部分。在上海，女人的故事远比男人还精彩。瑶瑶可能也不知道，她家对面的这栋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和红色砖墙里有另一位奇女子李鸿章侄孙女李国泰。李国泰丈夫和相差30岁的养女婚外情产子，李国泰坚持离婚并皈依佛门，活到114岁。如火如荼的斗争时代席卷而来，瑶瑶在长大，上官云珠的事业起起落落，极不稳定，而少女情窦初开，让瑶瑶和母亲之间越发疏离。即使母亲在经受折磨，瑶瑶在上海音乐学院深陷恋情，对母亲不闻不问。1968年的11月，高安路建安公寓，上官云珠最后一个家。她从4楼的窗户在这里纵身一跃，血色染红了楼下的菜摊。据说当时他还并未完全断气。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街心花园，里面有一座普希金像，是1930年代俄国人树立的。现在的这座其实是第3座，原先的那座毁于日军轰炸，第2座毁于1960年代。上海人很喜欢这座雕像，或许是因为普希金那为爱而死的信念，很符合上海人内心深藏的罗曼蒂克。这里也是上官云珠很喜欢的地方，他在这里留下了很多倩影。就在他自杀前，他去找了久违的女儿瑶瑶，他们从音乐学院走到了这里，曾令他们全家欢乐的地方。临别时，他对女儿说：“别忘了，我是一个演员。”上官死后，女儿瑶瑶的日子更是凄惨，她的男友也因不白之冤自杀。瑶瑶在后来的日子很不如意，她爱上了一个比她小10岁的男生，当时男生不过17岁，她怀孕、产子、弃子，经历各种百般刁难，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去浙江工作的机会，最后就在出发前一天遇到了车祸，死相凄惨。而在艰难的岁月里，她没有流过眼泪，她的所有仅存的相片都是开朗阳光的笑容，以至于遭受非议。今天节目来自于上海作家陈丹燕的《上海的红颜一事》。阮玲玉说：“做女人难，无论什么时代，做女人都很难。”